Hello， 大家，今天要来看的是《未成年》第3集。上一集水无赖和志川是越来越了解彼此，靠近彼此了。但是因为2个吻之后，2个人似乎要开始疏远彼此了。我们就看看青春懵懂的2个人会如何在迷茫探索的过程中持续靠近彼此。キスしたことある。近づいたと思ったら離れていく。また起き哎呦，戴眼镜迷茫，摸嘴唇的水无赖，很可爱。那个掉了，看一看我们的秃头园丁。水平線の向こうはどうなってると思う？一緒に泳いでみない？水无赖真是个文艺青年呐、とても綺麗で。你到现在还是觉得自己是旁观者吗？是啊，划掉了吧？你的人生怎么可能继续旁观呢？青荣高中哦，我现在才知道。志川遵守约定，没有在学校跟水无赖搭话。来厕所找他。あのさ、また遊びに行ってもいい？勉強の邪魔はしないから。哦，哇！你可不要贴这么近了。在学校，他会害怕。マジでお前何なんだよ。ハンカチ貸して。很不客气。お前さ、俺のこと好きなの？男同士でそれはないでしょ。你最好是。キスと好きは別じゃない？好きでもないやつとキスして平気なわけ？俺は有其他人在，说话被打断。お前何してんだよ。ハンカチ借りただけいちいち絡むな。我会帮他说话。俺もハンカチ持ってないんだけど。お前は自分のシャツで拭いとけ。闭嘴！どう？他们的世界你参与不进去啊，小弟。事故だ。现在会主动救助他。今日これ見よう。啊哈哈哈哈！好きにしろ。これめっちゃ面白いんだよ。思ったより早い。今日はこれ。哦，你的人生就这样子一直在他的路上等他哎。おかえり。哎呦，我该你啊，直接坐他家门口哦。今日は2本。你哄一个晚上看你哄看得完。なんかタバコじゃない匂いがする。不像烟的味道。消臭スプレー使ってるから。あとマウスウォッシュもしてる。お前そんなん気にするんだ。お前といる時は気にするよ。你这句话害他呛到了。哎呦，哦，兄弟你好香。俺も真似したくなった。勉強してく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部剧他们的这种肢体接触就会挑逗起我的神经。明明我也看了不少这 BL 剧了，为什么我讲不出来？但是还重播，这导演的镜头应该有什么特别之处？もしもし。あ、ジン。まあ普通だけど。叫他 Jin 的是学校順調か。啊，果然是爸爸。父さん、今人が来てて。あ、ごめん。友達と勉強中か。実は来月父さんの新作映画が公開されるんだよ。おめでとう。哦，所以有些电影要上映的时候才会通知他吗？俺が？哟，所以他没去过他的试映会是吧？ほら、一人が嫌だったら今そこにいる友達誘ってもいいし。志川要开心死了吧？分かった、考えとく。じゃあまた。また。难怪水无赖一直要找爸爸的电影来看。以前他跟爸爸的连结真的就只有爸爸的电影，甚至连爸爸的试映会都没去过，只能自己到处找有没有片子可以看。哦，
お前大丈夫？なんかあった？啊，B 判定不是还不错吗？調子悪かっただけ。哇，B 判定对你来说算是成绩不好哦。転生して無双できれば勉強なんてしなくていいのにな。难怪日本现在那么多异世界主题的动漫，大家都想转身。俺帰るわ。じゃあ俺も帰ろう。你也不又独自一人了，最后也只能来找这个唯一会等你的。结果雨那么大，他也不在。俺こいつちげえだろ。な。俺童貞だけど。嘘つくなってなわけねえだろ。志川没交过对象，还是初吻，还拒绝了跟朋友的肢体接触。ああ行っちゃったよ童貞か。哎，这群朋友不懂他了。还是只有跟水无赖相处最舒服吧？那你为什么今天没去等他？哎呦，さ、うちに消臭スプレー忘れてない？洗面所の上に置いたんだけど。ああ、ごめん、俺の。別に急ぎじゃないならしばらくうちに。すぐ行く。え？それめっちゃ必要だから、すぐ行くわ、待ってて。就是想找借口去他家，终于有借口了，我现在就要飞奔到你家。水无赖都在刷牙。あ、ごめん、帰るわ。え？还是跟你待在一起最自在。哈，他家的门是可以这样进来的哦，那公寓没有保全系统。そんなに急がなくてよかったのに。お前ん家入れるときはいい匂いしなきゃダメなの。入れるなんて言ってないけど。誰かと出かけてたんでしょ。あいつらといるよりここがいい。水无赖傲娇，还是让他进来的。これ見てんの？テレビつけたらたまたまやってただけ。那部是什么啊？俳優とかどうでもいいし。でもこの俳優はなんとなくいいなって思うけど。是哪个演员？この人はずっと見ていたくなるっていうか、そんな感じ？俺よりかっこいい。吃醋。那部电影会不会是那个不良少年白手杖少年 ？What？ 我还在回想那个电视剧，你就直接强吻了。不要这样啊！俺も俳優なろうかな。气死了！你走开吧。志川，你这样子会把水无赖越推越远啦！你明知道前面2个吻他就这么介意了。这个朋友的感情状态有点对应到水无赖现在的状态哈，他跟志川现在也是这样子的状况。看不出来。What？ 哇，他还认识别的学校的女生。哦，我要是水无赖，我会觉得被耍。还这样看到他就慌慌张张的把女生牵走。那个朋友，等于是替水无赖说出了他心里的想法。不理他的讯息，气死！哦，排名掉了。还好啊，从年级第3掉到年级第10。そんなにうつつを抜かしてないからな。水瀬だって抜かしてなかったのにな。まあそういう時もあるよ。哎，水无赖没有女朋友，但是谁规定就没有对象呢？自分から荒れた海に入っていくなんて、きっとどうかしてる。你要想回去过你那个自由生的平静生活了吗？还回得去吗？你有必要这样吗？卖惨？好啦，不是卖惨啦，你是不是又没有容身之所了？果然被打伤了，水无赖还是于心不忍呢，收留他吧。わざと殴られたから。
不要干这种事。また俺のことかわいそうって思ってくれるんじゃないか。小屁孩，我好想揍人啊！もうキスなんてしないから。だから許して。好吧，这一招对水无赖有用哦。转身而去，还是没有接受他吗？还是停下脚步回头看他，一起淋雨吧。这集一开始啊，年长的水无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旁观者”3个字，然后又划掉，意味着在这一集，水无赖将彻底从旁观者的角色转变，正式的参与进了志川的人生。原本因为上一集的2个吻，水无赖开始想跟志川保持距离，但还是在志川的苦苦哀求，在志川的死皮赖脸的祈求之下，继续让他回到了自己家里，回到了他的人生。于是水无赖的成绩就开始直线下滑，虽然在我看来还是成绩很好啊，在理想的大学的模拟考上拿到 B 判定呢，反正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成绩啦。我要是第1志愿大学可以拿到 B 判定，我简直要跳起来开始跳舞了。还有那个什么，从全校第3名掉到全校第10名。我不确定这算不算掉很多啦，不确定他们学校多少人，反正对我来说也是很厉害。但是我可以理解啦，就是对水无赖来说，原本那个没有任何意外的自由生的生活，开始有了不小的波动了。水无赖也不是很喜欢自己原本的生活吧，跟朋友的关系也就那样啊，他们家人的关系就更不用讲了。这个豪华的公寓里一点温度都没有。我相信有了志川加入他的人生，他自己也是开心的。只是我们可以预想见，在未来，他一个未成年人要开始反抗父母对他的期待、师长对他的期待，甚至有可能要离开原本的朋友圈，并且跟志川这个一直以来都被教育要离他远一点的这种人打成一片。而志川他原本的生活就是一滩废墟，遇到水无赖，他的心里才有了温暖，有了一点希望的苗头吧。在遇到水无赖之后，也就忍不住想要一直靠近他、接近他。虽然听起来好像对水无赖有点不公平，不过我觉得水无赖也是喜欢他的接近的。身为观众，我当然是希望2个人之后可以携手一起度过、一起面对彼此人生遇到的困难。不过我可以想象，在于此时此刻，这对于这2位主角来说，跟彼此到底要维持着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距离，这些都还是迷茫的。下一集2个人要开始甜甜的约会，虽然应该是还没有这么快确定关系，但是2个人的关系确实要有质的改变了。水无赖开始会对志川展露笑容了，希望下一集我也能看得开心，就希望他们的笑容能够维持得久一点吧。行，那这集就看到这边，下次见，拜拜。風打つちゃんと打つ。下一集要来甜甜的谈恋爱了。一つになればいい。